那个菩萨把它保下来的。这是真的吗？在重庆的深山里，藏着一处超不可思议的秘境。宽窄刚好的天然石缝间，竟硬生生建着一栋楼房。整座房子就像镶嵌在大山里的天然石门，依山而建，和周遭景致浑然一体。这里就是天山寺，寺里藏着个山洞，常年淌着甘甜的山泉，当地还传喝一口能活久久。旁边还有条悬崖步道，走上去步步惊险，超刺激。这个泉珠有毒。现在就跟我一起探秘这处奇境吧。你好，爷爷，我想问一下，到这个山上，这个是不是有个那个寺庙？怎么上去啊？哦，沿着这一条小道一直上去是吗？挖那个它是一直挖弄的，挖弄那个洞口。嗯，对，那个洞口。嗯，你知道这个洞这个庙修了有多少年了吗？耶，那个就早啊。以前那个菩萨，他在那个洞口上面，他下面那一线有个小孩儿那个拽下来的，那个菩萨把他抱下来的。菩萨把他抱下来了，你说，这是真的吗？还是说很久之前的传说啊？然后，那个人我们在的时候，他在这个那个人，他以前经常在问我了，他在下面呢，他们马去赶水浆，他赶路。哦，赶路。就在后面赶路。就在洞口面上，然后就跟个拽下来，叫唤一声给力嘿。然后你就跟那边过去，那边头下面一个下面头过来推引路，过来看他还在那里盘河沙耍。哦，在玩。这是真实的。问他他上面是个穿阴单布衣服的，把他抽下来的，下面是一个穿花衣服的，把他抱下来的。这是真实的吗？多少年？就这个传说的。啊，传说。传说。但是那个事情是有一回事的。啊。他就在下面，这里没追着那他在盘河沙耍。那个时候可能4、5岁了，你忘了。他时候新的那个庙，现在这个庙，在街上有人在那几红火包头，最后开始没得菩萨。开始没有。最后人起来。他先生那个我最后人起来。后来他就这弄菩萨在后去的。就是发生了这件事情，然后他就修了一座这个菩萨庙。这是形成的。那有多少年了？那个起码是6、70年、7、80年。6、70年、7、80年了。里面有个洞是吧？里面有个树嘛。以前我们这里一个生产的哇，灌田呐。来，我帮你拿。市场我那没事，就是靠的是那个水了嘛。他现在就下面挖煤炭挖空呢，所以就跟那下面吐了个。我们在这后头我都很少去的。好，谢谢爷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粒。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，就是重庆南川海拔将近1400米的山脚下。我身后那道石缝呢，里面就藏着一座看似10几平米的一座小庙。山脚下的村民啊，都告诉我，它虽然外面看上去只有10几平米，但是里面却别有一番洞天。我们现在要沿着这条小道一直往上爬，爬到那个小庙上面去。可以看到我们走的路上好多这种景条，看这一边全都是，然后那个山坡坡，这路边全是这种。
今天太阳还挺毒辣的。看路上长满了这种野花，有点谢了。可以看到这个路啊，这边能看到那个山洞了。哎呦！快看啊，这里下面有一个水池，我们在旁边能听到很大的溪流声。这里的话已经能看到这个山洞了，好像近在咫尺啊，但是其实还要走很远。今天的天气真的很炎热，哇！我看到这旁边这个溪水，我都神清气爽。哇，这里有点不好走。哎呦，这坡很陡啊！哎，我们这里有2条道，这里的话应该是上那个寺庙的。这里的话是有一个小瀑布，但是我看啊，这个瀑布水流比较小。哇，看这瀑布，虽然小，但是我觉得特别漂亮。它上面布满了苔藓，还有绿植。哇，这水看一下凉不凉快？哇，这个水好冰凉啊，特别舒服啊！嘿，我们现在回去吧，往寺庙上去走。我们现在呢，就跟着这一条小道一直上去。这条小道这里可以看到，这里是挂了一些彩带的。
我看到了前面有一个木梯子，啊，不是木梯子，是个石梯子，应该爬上这个石梯子就快到了吧。然后这里的话有一个石梯，我们沿着这个石梯一直爬上去，应该就到了。我们刚刚采访的那位阿爷告诉我们这里的传说，说是之前有个小孩，他总喜欢在这个地方堆淋巴玩，后来不小心掉下去，被一个穿着一身花衣服的人救了。之后那个小孩呢，就总觉得他是菩萨救的他，就在后面修了这个天山寺菩萨寺庙。你们看啊，我们现在爬的这个梯呢，它底下是用石头垒起来的，然后上面呢是新铺的一层水泥，所以这条路啊应该是新修没多久的。但是也能想象得出来，这条路没修之前来上山拜佛的信众路应该是非常不好爬，比我们现在困难多了。所以有时候人的信仰是一个特别让人值得尊敬的事情。这条路很小，这里的话就很陡。这里的话，它是越往上爬就会越凉快，毕竟它海拔1000多嘛。应该是快到了，这里的话会有点陡坡。这个石板累积起来的这条小道还挺结实的。看，这里有一条溪流，这个水特别清澈，这就是天然真正的山泉水了。我觉得这个洞里面应该会有一个暗流，然后这些水应该是从洞里流出来的，然后流下去的话，因为它比较陡峭嘛，就我们刚刚上来的那个画面就形成了一个瀑布。我们再进去看一下。看这里呢，还有一栋老房子，也是露天的，它是借助这个崖壁的天然形式来遮风挡雨的。里面还有一些桌凳子。这旁边呢还有一个柴火灶，这上面这里看着是有人生活的痕迹啊，应该之前有人在这上面生活的。这个墙呢看着普普通通的，其实是咱们西南传统建筑的活化石。
是枪砌乱石墙，用山里采的不规则毛石搭配本地黄泥砌筑而成的。快看，这里就是天山寺了。这样看上去是不是挺小的？一走到这个洞口，感觉一阵凉风滚滚袭来。越往里面走，里面的水声越大。这里面好像是有一条暗河。我们现在进去这个洞里面看一下，可以听到啊，这里很大的水声哗哗作响。这里还放了一个木座子，这个石头，你看它上面有很多这种缝，一些花纹，还有这里。应该都是被这些水冲刷的，这个水感觉很清澈。我现在过去看一下，看这个水非常清澈，清澈见底。然后没有经过任何污染，然后这个水特别的冰。可以看到这个那个水就是从这个岩洞里面哗哗哗的流下来，里面感觉很深呀，然后这个水有点发黑了，应该是很深的。好，我们现在也得从这里爬上去看一下。看吧，我们走进来是不是真的别有乾坤？看这些岩石，长得各种各样的形状，它有点形成钟乳石了，但是不大。哦，这里面的话就是一个山洞，特别的黑啊！哇，你们看看这个，是不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特别漂亮。这里有个很深的洞，这里好像也可以爬上去。那个上面好像也很深。这个洞感觉特别深呀，有点不太敢进去。我们还是不进去了，安全为主。
哇，我现在明白了，先人们不是建造了这座寺庙，而是发现了它。他们利用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外面那个小庙呢，只是一个谦虚的提示，而整座殿堂是整座大山。走，我们出去吧。那个山洞就留给专业探险的人来探秘吧。还看到这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子，应该是有人在这里装过水来喝吧。这个水这么清澈，能喝吗？我尝一下。味道怪怪的。这里有点滑，这个水还下降了，要是深的时候会更加不好走。这个石头被冲的特别光滑，我以为是个什么嘞，圆圆的。好，我们现在上去看一下。这上面呢是一个小小的平台，然后供奉了几尊菩萨，中间一尊是观世音菩萨，然后旁边的我好像看不怎么出来。啊，你们看左边这一尊呢，它是用实木雕刻的，它外面的彩绘已经褪得差不多了，时间应该是保存的非常久了。然后这下面也有一尊，这个它上面这个拿的是个弓箭吗？然后这里的话还放了一些祭祀品。这里有一个橘子，一个蛋糕，打理员，还有一个云腿月饼。可以看啊，这上面就是一条石缝，然后它这个寺庙呢，就是建在这个石缝之间。看，这些岩石都是各种各样的形态。这边看过去，它有一条崖壁的挂壁小道，等下我们去走一走看看，看上去还挺惊险的。走出来了，我感觉天山寺给我上了一课。最广阔的世界呢，有可能就存在于你最狭小的认知里。
我们现在呢，就去走一走那个崖壁上的怪壁小路吧。咦，前面这里呢有一株曼陀罗，就这么孤零零的长在这儿。这曼陀罗它全株都有毒啊，千万不要用手直接触碰，特别是它的种子和果实啊，毒性最强了。我们走吧。你们看这个刀削斧劈的崖壁啊，我站在这下面，我感觉自己好渺小啊。站在这里还感觉挺高的嘞，感觉特别陡。但是你们看这个景色，特别让人治愈啊！继续向前走吧。我现在呢，已经走上了这条悬崖栈道。你们看啊，它这条小路呢是很多徒步者踏出的一条小径，而且呢，我感觉重庆这边特别多爱好徒步的。刚刚我们过来的路上呢，也遇到一批徒步者。哎，你们看，前面呢好像是有2个塌方了的房子。你们看，这个房子已经塌了，都是用原石给垒起来的。这呢，你看左手边啊，它也是用原石垒了一堵比较矮的墙，作为安全防护。这条小路呢，越走越窄了，感觉前面还长满了杂草。我右手边是崖壁，左手边呢就是悬崖。看这风景，叠满了层层叠叠的梯田。然后这后面是我来的路，已经走了一大半了，但是这前面好像没有路可以走了。你看。我们就原路返回吧。我是三粒，是一个热爱星辰大海、游览各个未知的角落、探索和拍摄记录所有的旅途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视频，并且这个天山寺呢也吸引到了你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并分享给你的朋友们。你们的支持是我游览更多未知角落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